喂，老张，哎，小朋友，这里可是封锁的案发现场。苏梅吧，我也是特案组的。特案组什么时候还招见习警察了？你毕业了吗？我只是偶尔去这儿去讲讲课。讲课？你才多大呀17岁当博士已经不早了。我爸18岁都双博士了，我拉低了我们家整体水平。你平常都这么说话吗？在新的团队，我爸老嘱咐我让我低调点。你们好，我是梁教授的助理阿信，梁教授，请跟我来。高斌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法医高斌，我对现场进行了初步的勘查，根据尸骨的特征可以判断，死者为女性，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死亡时间，因为现场发现了很多化学痕迹。哎，怎么没见着梁教授啊？他还没来。为什么特案组的每一个人的档案都能查得到，唯独梁教授的一片空白啊？梁教授，特案组的负责人，公安部特案要案专项领导，警界传奇，破案率100%，平均结案时间不超过1个月，而且他还是个长腿欧巴。啊？在我的电脑面前，从来没有保密二字。哎，梁教授，现在有了。梁教授，哦，你是包斩，是人称活骨梗。是，您是11年前维密大街抢劫案的专组负责人，我听过您的报告。我的报告没有公开做过。我听的是录音。您最擅长的是对付有组织犯罪。擅长？我最擅长的是做饭，裁缝也是我的专业。你好，我是苏梅，5年前我见过你一回。那时候我还不是警察。梁教授，哦，这里被锤子锤过，凶手看来是个老练冷酷的人。梁教授，我在受害人的骨头上发现了一些细小的痕迹，很奇怪，不像是金属利器造成的，更像是动物撕咬。所以我在想啊，很多凶手在处理尸体的时候，喜欢先处理掉尸体上的脂肪，特别是用动物撕咬的话 ，DNA 的证据就会少很多。所以很多黑社会他都是开沟厂。1997年，在美国加州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，他只不过把死者放进了鱼缸里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养的是食人鱼。我只是给大家一些启发啊。知道了，小天才。凶手在处理掉尸体上的脂肪之后，把剩下的骨头放进那个坛子里，现场也没有发现指纹。看起来凶手很享受处理尸骨的过程。应该是连环杀手吧？我觉得，这么狠毒的方法应该不是第一次杀人了。我们可以排查一下犯罪记录，这个杀手应该从小就开始犯罪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，抛尸地点不是在这里。坛子是埋在一个布满青苔的水域，有一段日子了，因为这几天下雨，洪水把它冲到了这里。现在我们首先要找到的是抛尸地点到底在哪儿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这个坛子，我从小就见过它，它是专门画素描的坛子。坛子的裂缝主要是在底部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坛子是从高处往下扔的，底部撞击了水面，所以抛尸地点应该在一座桥上。我这里只要输入了坛子的密度、重量和水流速度，就能生成一个3维模型，这样就能模拟计算出桥的高度了。电脑太慢了，这座桥应该不高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以悉尼海港大桥为例，它的高度是52.4米，
如果从这个高度往下跳，冲击力应该是2吨，哇，相当于跟一个90迈小汽车迎面相撞，什么概念啊？4只要能连在一起都是万幸。你这样能算出来吗？我的脑子同时可以考虑2件事情，这样不耽误时间。2.5米。纠正一下，是2.56米。马上可以找桥梁施工图看一看。找到了。别动，警察！别动！别动！你别动！你别动了。 再动就破坏现场了。你就是华龙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坛子这么大，搬到这儿肯定引人注目。还好这个小比较偏僻。我们已经找到了抛尸地点。 我已经通知了班人，他们会搜索附近水域。你们都认识了吗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痕迹。 我以为高手都会本能反应的躲开呢。你的重心太高了，我要是躲开的话，你腿会受伤的。不是你下次来通知一声嘛，毕竟咱们是团队合作，是吧？我要是不想跟你合作呢。既然大家熟悉了，谈谈线索吧。刚好在桥上的护栏啊，发现了一组奇怪的脚印。那不是很多小情侣约会吗？说不定鞋印是哪个小情侣留下的呢？ 小情侣站在石桥的护栏上，怎么了？泰坦尼克号的小情侣还站在甲板的护栏上呢，照样情意绵绵的。我跟你讲，越危险越刺激，就是有那种2个恋爱的人心跳加速的那种荷尔蒙分泌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倒是有必要教教你该怎么说话了。你还是先教他怎么挨揍吧。你也不差呀。梁教授。 我们调取了当地警局的报案记录，年龄为20岁左右的失踪女性，近期就有一例。通过对比 DNA， 我们确认了尸骨的身份，死者名叫莫非，2周之前失踪。失踪之前，曾经在镇上最大的一家画廊学画。哎，还挺漂亮的。梁教授，画龙给人感觉永远是那种单打独斗、容易惹麻烦的。 你是怎么考虑把他拉入特案组的？你如果当过5年的卧底，也会这样的。一个人单打独斗，早晚会崩溃。有时候要休息，明白了？嗯。没有撬锁的痕迹，也就是说，莫非在听到敲门声后是主动来开门的。开门之后，有个男人跟了进来。屋子很冷，地板很凉。女孩平时穿的都是这种加厚拖鞋，
可是从现场来看，他一直在焦灼等待一个男人的到来。门应该是没有上锁，因为这种锁一旦挂上，必须用钥匙才能够打开。当他看到这个男人出现的时候，兴奋地跑了过去，忘了穿拖鞋。那他也可能是忘记锁门了，所以凶手就趁机入室抢劫加强奸了。这就是一个女人等待一个男人最好的证明。女人不只是和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才喝酒。你会独自一个人大半夜在家里边喝酒的时候擦口红吗？在研究文化复兴时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佛罗伦萨当时的文化气氛，而常常忽略了台伯河在这段时期起到的重要作用。也正是罗马的这条母亲河，才使罗马走入了当时最鼎盛的时期。当着他所有学生的面把他叫出来。哦，每一幅经典的作品都有着它各自的文化底蕴。这就是证据。莫非应该早有准备？他把避孕套撕开了之后，没错，是我。那么莫非是你的小女朋友吗？我们不是你说的那个关系，我们仅仅是师徒关系。我们调查了莫非的社交网络，一共有172条未公开的信息，68条跟你有关。你的画作出现了32次，你跟我讲你跟他只是师徒关系。学生里头啊，有不少女孩迷恋我，这很正常。莫非失踪那天，也就是3月17日，你在哪里？那天晚上我跟我老婆在看戏，哎，你可去问我老婆。17号，那天我跟麦西去看话剧了。你们看的什么剧啊？罗伊跟马拉。不过我们岁数大了，也就不再相信这些美丽的谎言了。经常去看话剧吗？没事儿的时候就会去看。你们那天是几点结束的？大概是晚上。放在家里边，是白给我们看了吗？
这个李凤和她老公有一双一模一样的拖鞋，李凤的那双破损很严重，但是麦西的很新。由此可以证明麦西他不经常回家，两个人在分居冷战。莫非的出租屋隔音并不好？那天我询问了他的邻居，他失踪那天他们并没有听到任何的尖叫声，所以我认为熟人犯案的可能性会比较大。画廊的邻居告诉我们，画廊根本就不赚钱，而且教学也没有利润的。麦西主要靠老婆养活，老婆家里很有钱，他是个上门女婿。这个麦西呢，平时赚不到什么钱，生活压力很大，所以在小女生身上找到了自信，结果被小女生纠缠上了，怕得不到老婆的财产，所以就对小女生下了手。好，说到物证啊，我觉得有个地方很奇怪，麦西戴的戒指非常旧，但他老婆戴的戒指却是很新的，款式一样，新旧不同，记下这一点。教授，这是莫非的出租屋提取的指纹跟麦西的指纹对比结果，还有这一张，是石桥上的脚印儿跟麦西的对比结果。把麦西找来吧，跟他好好聊聊。喂，啊？石桥下又发现了另一具尸骨。盘子是相同的，处理尸骨的手法也是相同的，所以可以判断凶手是同一个人。查到凶手进入的方法了吗？还没有，他骨头上这些齿痕真的非常诡异。受害者身份呢？还在查，我们只知道她是女性，20多岁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1年左右。查一下警局失踪人口记录。好的。这次的衣服也是红色吗？对，的确有调查表明，女性受害者穿红色衣服的比例比较高。为什么呢？红色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可以引发男人的性欲。就一个颜色，不至于吧？当然至于了，曾经有人做过实验，好吗？红色，凡是运动员穿上，都会引起他的生理机能和荷尔蒙水平。难道会变娘吗？会变得有攻击性。其实性欲和攻击性是一回事儿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弗洛伊德说的。哎，注意一下啊，这次尸体的处理方法没有上次娴熟。这一次的凶手可能是个初犯。你看每一个切口，好像都下了很多刀，费时很久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对死者非常的宠爱。哎，我们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坛子。凶手在处理掉尸体上的脂肪之后呢，把骨头放进醋里面泡着，泡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变软了，然后一用力就可以放进坛子里面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他为什么要把尸体放进坛子里呢，而不是旅行箱里？这样不是更容易携带吗？除非有一点就是，坛子对于凶手而言比旅行箱更容易拿到手。眼熟吗？眼熟，以前我有个一模一样的。承认了。承认什么？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这个坛子是你的吧？像这种坛子，在我们那儿随处可见。这个你看看。这算是物归原主吗？那个女孩死了，这个定情信物当然是归你了。警官，你可以随便打听，我们俩确实没什么。他来我的花园学画画，我们就是师徒关系。你就这样为人师表了？是，他勾引我，但是我忍住了。在最后一刻，我作为丈夫，我克制住了自己的欲望。我对天发誓。你还不对天发誓？叫华龙出来吃饭啊。
炸一下是 OK 的，但是你不能比对方还暴躁啊。吃饭吗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可以回家吃。你还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。我们有证据。麦西啊，你阳痿。这他妈算什么证据？阿信，你阳痿。没有啊。这是一个正常男人的反应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当警察几十年，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。表面上长得风流倜傥，在我眼里，你就像塞住的马桶。你这种案子已经不多了，洗干净屁股坐牢吧。好吧，人是我杀的。看到差距了吗？你是说我和你的吗？我长时间失眠，后来发展成了梦游。1个星期以前，就是下雨那天，我发现醒来，自己在桥上。麦西的梦游症是3年前开始接受治疗的，可是要知道，梦游症是从小才能得的病。3年前在麦生身上发生了什么让他无法接受的事情？这个我查了一下，3年前有一个叫赵芊芊的女孩，她也失踪了，而且她也曾在麦西的画廊里学过画。我们查过所有失踪的案子了，没有找到这个。因为这个案子之后被撤销了，系统更新之后就查不到了。我也查的是3年前的档案备份。可是为什么被撤销了？因为赵芊芊被找到了，她在报案后的第4天给她的家人发了信息，也发了照片，所以她的家人就撤案了。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她现在还活着，至少是在网上。她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更新照片，透露她自己在哪里。照片的这个光不太对啊。我们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？我们现在唯一能确定的线索就是杀死墨菲的人，同时也杀死了一个叫幻玉的姑娘。幻玉就是我们发现的第2个死者。这里就是幻玉生前工作的地方。帅哥，我们聊聊吧。我吗？对啊，就是你啊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做什么工作的？啊，您好，我是。哎，你不想跟他们做朋友，怎么逃得出来信息啊？行了。有空吗？有啊。走。走啊。那谁去啊？
喂。好。查到麦西的医疗记录，的确接受过梦游症治疗。你们昨晚去酒吧，查到什么了吗？本来我对麦西的怀疑已经减少了一些啊，可是昨天晚上去酒吧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舞女，她说麦西和幻玉认识，而且麦西曾经为幻玉画过一幅画，这个女孩在她闺蜜面前无数遍的炫耀，想必他们两个肯定有问题。那1年前幻玉失踪的时候，警方就应该排查到麦西了。当时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不在场的理由，就是他当时和他老婆在韩国旅行，这一点酒店也可以证明。那现在你是更加怀疑麦西，还是相反？如果那天他梦游从这个桥上摔了下去，而且又是这个时间的话，我相信桥上一定有目击证人。跟你打听一下，您是不是经常在这钓鱼啊？对啊，我经常在这里钓鱼。警察大哥，我钓鱼你也要管的。我听附近的鱼友们说呀，你每天早上都在这个地方钓鱼。对。 24号早上5点呀，这里有什么动静吗？24号5、6点桥上。那天下着雨，这里有人跳河吗？哦，你这样一说，我想起来了。那天呢，我在这里钓鱼，那边桥上那边附近砰一声，然后一个男人呢从桥上跳了下来，我以为他想自杀，我刚下去救他呢，他在水里面扑腾了几下，直接又上来了一个。是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 你们怀疑我丈夫是凶手，你们有什么证据？现在还不便透露。你们在这里是找不到证据的。这里每天人来人往的，谁会在这里杀人？赵芊芊，还记得她吗？ 每个人内心恐惧的食物都不一样，这要看他以往的经历了。莫非和幻玉尸骨上的咬痕，会不会是老鼠造成的？从咬痕的深度和长度看，动物的体型应该更大一些。老鼠啃咬尸体，至少是一大群啊！别说画廊里没有老鼠，还养了很多猫啊！那个画家不像是爱猫的人。 赵芊芊的手机一直都有人帮她续费，但是她的微博又是移动信号登录的，没有固定 IP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她是在这个小镇登录的。
那个画廊里除了有几部恐怖的画之外，没有任何线索了。现在能撬开他嘴的人，也只有赵芊芊了。赵芊芊的失踪案在这个小镇还挺受关注的，很多人去她的微博下面留言。但是最值得关注的是，有人提到她曾经。你总是习惯把树钩往上挑，这样并不美观啊。说说孩子吧。赵芊芊是怀了我的孩子。为什么不早说呢？还在这里装神弄鬼。我不说是因为你没法舔着脸说。那个女的缠着我，用死来逼我离婚，而我又不能离婚，因为我得靠我媳妇儿养活。如果有你说的这么简单，很复杂吗？我也以为很复杂，但是我错了。你只不过是一个常见的小三儿逼着上位的男人，想要杀人灭口。没那么简单。我的确一开始是想毁掉孩子。认出你了吗？摩托车是借的，但是我真的没想杀他。后来，我又开着车回到了那个地方，想接他去医院。可是当我回到那个地方，他已经不见了。一开始，我还以为他被别人救了，但是自此之后，他就失去了联系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收到他的信息。
和你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必须每天喝醉才能睡着。婉玉，自然是在酒吧里认识的。我在他那儿住了几个月，有他在的时候，就不会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他也失踪了。那你老婆知道你和别的女人的事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们一直分居。这3年来，你有没有见过赵芊芊？你觉得他还活着？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他一定是死了。那个石桥